大家好，我叫王耀凡。我之前是一个法医，但是我从来没去过案发现场，都是别的法医打包带回来。我们在一起分析死亡原因，这人死于脑梗，这人死于心梗，这人死于谐音梗。分析死亡原因其实是相对简单的，就可能很多朋友不了解，很多案件最麻烦的环节是要找到死者的身份信息，他是谁，他从哪里来，他到哪里去，这三大哲学问题，在我们这里是技术问题。因为很多人他出门不带身份证，所以我经常提醒大家，就是你出门还是把身份证带上。万一临时出个差，不知大家发现没有啊？就是每一个小圈子里，学医的朋友一般都很受欢迎，因为他们有一些关系可以帮忙挂号。我就是个例外，就他们挂不上的号，我也挂不上。我有那些关系的科室呀，都不用挂号，他们也不想去。好在我这个专业在家里还能发挥一些作用，那一到节假日，我的爸妈都盼着我早一点回农村老家，回去杀鸡。他们觉得我杀起来更专业，找准要害，一刀毙命。也不光是我爸妈，这个我们家的鸡们可能也在盼着我早点回去，我来杀至少能给个痛快。有一次我回去晚了，我爸等不及了，自己动手去杀。一刀下去，鸡没死，跑了，满院子追，那场景简直是鸡在飞，我爸在跳。法医杀鸡真的很容易啊，但带娃就一言难尽的。在我家有那个人体器官模型，就塑料的，是给学生上课用的教具，但是我女儿把它当成了玩具，经常跟小朋友分享。那场景就很诡异，那几个小孩坐在一起有人玩恐龙，有人玩奥特曼，有人玩肝脏，有人玩大肠，塑料的嘛。他还带去了幼儿园，幼儿园老师给我打电话，他说你家孩子带这个玩具也不是不行，但是能不能告诉他玩的时候不要把肠子掏出来？我说好的好的，老师我一定马上管教一下。我说你怎么回事呀？谁让你把肠子掏出来的？讲了多少遍了？应该先掏心脏。专业的法医应该先检查胸腔器官。有朋友就喜欢跟我探讨一些死亡的话题。他说老王我抽烟这么厉害，我将来会不会得肺癌死掉？我马上安慰他，我说大家年纪轻轻的你不要想以后的事情，你这么胖应该会死于心脏病。那朋友听了觉得我有道理啊，他说那我要是活的时间长一点，想活得久一点，那我是不是应该先减肥再戒烟？那我就继续安慰他，我说那也不急疾病的发展是有个过程的，不要对自己的健康状况失去信心，你完全有可能死于车祸。听到这里大家不要太悲观，就是生命本来就是很脆弱的，尤其是在我们法医的眼里，毕竟那些强悍的生命，他也不会到我们法医来所以最后祝大家一路强悍到底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然活着。谢谢大家，我是王耀凡。大家好，我叫王耀凡。我们这一期的话题是讲疯癫。我之前确实是一个法医，后来开了一家餐厅。大家不要担心，我们餐厅大部分食材都是通过正规途径采购来的，其中还有一小部分是我们的特色食材，其实是那个法式焗蜗牛里面那个大蜗牛。我们开发了一系列的蜗牛川菜，然后在成都最繁华的商业街区开了一家蜗牛主题餐厅，是不是很有创意？赔得老惨了。开餐厅真的太难了，管理员工就很头大，就是我们很多员工很年轻，顾客是不是上帝得看员工是什么心情。他们心情不好的时候是会和顾客吵架的，所以我经常劝架。
我去了之后就把顾客拉到旁边陪你道歉，我说实在是对不起，你不要跟小孩子一般见识，那孩子这里不太正常。然后过来安慰我的员工，你不要跟那顾客一般见识，我发现他这里不太正常。你要知道我之前是法医，你得相信你老板的专业。那有的员工呢，他会在某天早上睡醒之后突然想明白一些道理，然后决定不上班了。劝都没有用啊！到最后我说这已经到点了，你不来上班，我们可能就要扣钱了。他说那扣就扣吧，我一个打工的，你除了扣钱还能把我怎么样？真的没办法，你们也这样想吗？真的，我作为老板，我觉得扣钱就算抓住了他们的命脉，结果人家根本没有卖。所以我在餐厅主要就做2件事情，要么在劝架，要么在顶岗。要么劝完架马上顶岗。那些顾客结账的时候会跟收银台小妹提建议，她说：“你们那个年纪大的服务员得加强培训。”那服务员一看指的是我，赶紧跟顾客道歉啊，不好意思，你也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他呀这里不太正常。其实这都小问题啊，也不至于我们餐厅亏。我刚才有一个细节没有介绍。就是当年，当我们把所有的人力、物力、财力全部投入之后，准备大捞一笔的时候，刚好就是2019年底。不仅没人啊，我们的特色食材蜗牛，没有过几天之后，就被网络平台单方面判定为野生动物，封杀屏蔽了。蜗牛2个字变成了星号。所以当时，如果你点进我们的商户界面，你会发现我们有很多好评，但是你读不懂。哇，这家餐厅的星号真是太好吃了！我没想到星号可以做出如此美味。我要安利全世界的人来成都吃他们家的星号。但我之前那个法医同事啊，看到这些评论还来问我，他说：“老王，你们餐厅到底用的什么食材？我能不能也开一家？”我那段时间经常都是借钱发工资的，那些小伙伴领了工资之后喜欢聚餐，火锅、烧烤、K 歌、洗脚，一起碰杯，发个朋友圈，附上文字“岁月静好”。那有的人喝得太高兴了，忘了屏蔽我，被我看到了，我忍不住在下面回了一句：“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在负债前行。”过一会儿我又觉得不对啊，不能跟员工这样讲，马上跑去删评论，发现找不到了。果然还是把我屏蔽了。我们还给一些单位提供那些团餐、会议餐，但是有的单位他结账，他要拖很长很长时间。我每次去要钱，他们说还在走流程，还跟我解释说让我不要着急，他们只是流程慢，毕竟他们体量大，他们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事实证明，他们流程确实很长，就是我们餐厅都倒闭了，他们还在走流程。那个欠我们饭钱的大单位，那个死骆驼。那成了压死我们这根稻草的最后一个骆驼。我们倒闭了嘛，最后退场就请了很多二手商贩来回收我们的设备，就拆空调、搬桌子啊这些，几十个人在餐厅忙活。那是我们餐厅开业以来最繁忙的一天。那我看着那个场景，我就感叹，我想起一个词“鲸落”，就是说大海里面那个大鲸鱼死了之后啊，它的尸体可以滋养成千上万的生物。啊，我当时觉得好悲壮呀。但马上又觉得不对，人家规模大的才配叫鲸落，我们这个规模，那就好比路边一条流浪狗死在了绿化带，所以我们不配叫鲸落，只能叫狗带。没办法，后来呢，我一个那个法医同事，啊，听说我把设备卖了，他还觉得挺可惜的，这早知道把设备留给他了，他也想开餐厅了，他也有特色食材。好，谢谢大家。大家好，我叫王耀凡，今天来跟大家聊一下我的工作。我是一个法医，对，大家平时应该很难见到法医，尤其是活着的时候。前2年有一个很火的话题，他问：假如你的老板掉进河里，你的专业能为他做什么？我的专业得等。等他被捞上来。
大家对法医的印象可能都是来自于影视剧，那里面的法医一个个又高又帅，真的很过分。有时候我跟朋友介绍说我是个法医，朋友反应都是啊，不像啊。做法医长那么帅没有用，你再帅，我们那里没有人睁开眼看你。不可能说外面来一个很帅的法医，里面就开始尖叫。啊，这个法医好帅呀！我死了，我死了。不会。所以在我们那里，长相不重要啊，关键是要有力气，因为得抬来抬去嘛。我刚做法医的时候，手脚很笨，抬到一半掉在地上，真的丢死人了。哎呀呀呀呀！哎呦我天哪！我当年学法医完全是个意外啊！选导师的时候，有些很热门的导师我怕抢不上，于是我选了一个相对冷门的。导师听说有人选他也很激动，约我马上见面，但是见面地点在太平间。我就看着那一排大冰柜，心想，啊，我选的冷门导师，该不会是冷柜专业吧？那一见面，导师就告诉我，他说：“小王，欢迎加入法医。”我说：“老师，您的简历上没有写法医。”他说：“啊，对，之前写了，没人来。”我就在想，我到底要不要继续来学法医？然后我导师一句话点醒了我，他说：“小王。”别的专业各有各的好，但我们法医绝对不会有医患矛盾。我想对呀，从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法医是不可能收到差评的。很多人一提到法医会联想到一些恐怖的情节啊，一个人面对尸体啊，其实一般不会。因为涉及到一些证据的有效性，我们法医很多时候是不能单独面对尸体啊。工作现场人很多，有拿刀解剖的，有拍照摄像的，还有新来的在旁边吐的。有朋友很好奇我们法医的收入啊，就别的单位我不了解，在我们单位，我的收入方式是计件的。计件太地狱了。就这种薪酬制度，你要在别的行业可能很科学，但是在我们这里很难提高我的工作积极性。想加班是没有机会的，这个机会也不能自己去创造。真的很喜欢在台上讲段子啊，很喜欢这里的氛围，这里活人多。阳气重。有时遇到冷场我也不怕，因为我那边场子比这里冷多了。冷柜专业嘛。我反而担心的是大家过于热情啊，有观众在后面喊笑死人了。那在我听来感觉又要加班了。非常感谢大家热情反应，我是法医王耀凡。大家好，我是陈明飞，我现在是一个在校的大学生啊，住在学校的8人寝室里面。我们学校为了提升我们这个寝室的住宿质量呢，就把它划分成了4个小隔间，所以我们宿舍现在既有8人间的拥挤，还有2人间的冷漠。整个宿舍是一种相看两两厌的感觉，真的很冷漠。我们那个301家人群里从来没有人说话。只有群收款，关键也不告诉我为什么收款，也没有人去问。我这想哪天我要缺钱了，完全没有互帮互助，一人一个垃圾桶，30几平的房子里面8个垃圾桶。我在上海一条街上都最多见到2。一人一个垃圾桶，你们屋里总有垃圾。宿管查寝说你们屋里什么味儿呀？我说可能没有人情味儿吧。2人小屋关系还可以啊，但这学期也有自己的矛盾。
我室友这学期突然染上了一款枪战游戏，而我这个人吧又偏偏不太懂事儿，需要睡觉。有一次我实在扛不住了，我说哥们儿，我有点神经衰弱了，能不能先让我睡1个小时，睡醒你再接着玩？他说那这50个人质谁来替我救？我感觉他的脑回路跟我们宿舍的垃圾桶一样，有8个。现在每天叫醒我的不是闹钟，是他的 AK。我身在和平年代，心有战后创伤。也试过戴耳塞，发现没有什么用，因为打枪战的人他不光声音大，他的语言体系还非常的单一。顺利的时候他会反复问对面你错了吗？你错了吗？你错了吗？不顺的时候他会说哥们儿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耳塞会吸收70%的音量，我躺在床上就感觉有人在跟我耳语。你错了吗？你错了吗？你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吾日三省吾身。宿舍有些冷漠和一些负面情绪，大家都想跟亲戚朋友骂一骂舍友，我觉得能理解。但我是一个北京人，我只会普通话。我骂他们透明，他们骂我加密。就算我舍友坐在我床边，对着他爸妈激情四射的辱骂我，我也很难确定他在辱骂我。有时候我都听到我的名字了。到我这儿就完全不一样，有时候我都没有辱骂我的舍友，我就给老家朋友打了个电话，一不小心没戴耳机，开的外放。我朋友说陈明飞，你那傻帽舍友还天天唱歌吗？我说我舍友唱歌不傻帽。后来时常会反思宿舍关系怎么处得这么差。我记得我小时候还是一个很外向，跟谁都很自来熟的一个孩子。我记得小学那会儿，老师为了阻止我上课说话，会专门把我们班最不爱说话的同学全放在我周围。朋友们，没有不爱说话的人，他们只是没有遇到对的人。每天都很开心，老师就很不开心。老师就会说：“陈明飞，你们几个要是再说话，就都给我出去站着。”朋友们，一个人出去站着叫罚站，一群人出去站着那就提前下课了。小学生活就是不想上课就说话，一说话立马能下课。表达总有正反馈，你就特别爱表达。那是怎么到现在这个程度了呢？因为表达不可能总有正反馈。我记得我中学那年看了一起社会新闻，是有一个性骚扰的案子，那个受害者跟我的年龄很相仿，我看完很愤怒，发了一个朋友圈，我说这种性骚扰和恋童癖的人都应该去死。当时同学也不转发支持，纷纷用同情的眼神看着我。我当时有一点尴尬，但我觉得值得。我觉得我们就应该为了这种东西勇敢的、正义的去表达，就应该这样。很多网友也是这么想的。经过我们2个月坚持不懈的努力，这个案子终于辟谣了。警察说这个案子是一起仙人跳。当时那个心情就格外的复杂，因为首先我们能承认，能被仙人跳的人他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但你也不得不承认，确实冤枉坏人了。那是表达欲第一次受挫，你感觉你以为你是帮助了一个人勇敢的发声，最后发现其实你被这个人当枪使了，那种感觉很不好。这就很像赵云7进7出救出了阿斗，
然后刘备告诉他这其实是曹丕。赵云就很勇敢地参加了一起拐卖儿童的案件。所以为什么都说子龙一身都是胆？因为可能确实没有长脑子。这件事给我留下的影响就是，我现在有时候很想说话去解决问题或者拉近关系的时候，我不敢说话，因为我怕我不了解事情的全貌。比如有时候我很想问我的舍友，你天天打枪战声那么大是没有功德吗？我又怕他说，因为我10岁那年在战场失去了一个战友。有时候也会对自己很失望。有一天就是感觉，原来是我新闻你都敢勇敢说，现在宿舍冷漠你都不敢说话了。就在宿舍群里说，你们有没有感觉咱们关系其实处的一般，平时要不要多聊几句什么的？发完我就后悔了。我特别怕有一个人说，因为我有自闭症。我说那我太不是东西了。但好在没有人这么说，因为根本就没有人理我。就在群里发了一个消息，没有人理你是非常尴尬的。我就想怎么能让他们理我一下，怎么能让他们回复我一下，我就发了一个群收款。然后再也没有尝试过沟通。我现在依然相信没有不爱说话的人，但会有很多对表达失望、不愿意再表达的人。在一次次辟谣里面，我们就真的慢慢分不清那50个人质是真是假。所以有时候也请宽恕身边的沉默，或许我们也曾是最爱说话的人。谢谢大家，我是陈明飞。好，大家好，我是郑友。你们发现没？真的很特别，是吧？连长相都很特别。现在很多观众说我长得像那个刘仁成加小罗的合体版，但我其实更想长得像小罗一点啊。我说喜剧，不是长相哈。我最特别的还是这个我的口音，因为我没怎么会说普通话嘛，你们也听得出来很特别。但是做脱口秀给我带来一个最难的点是，我辛辛苦苦写了很多梗，最后都还没有我的口音搞笑。那除了口音之外，我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是云南的嘛，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啊，我是那个来自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的哈尼族演员。所以就是我现在什么民族话都会，就是最不会的就普通话。但我现在不理解的是，比赛真的很累，现在都已经比到第3轮了，节目组还没告诉我少数民族啥时候才能加分。但可能大家很多人不了解我们哈尼族，如果大家去云南旅游，知道有个我们很火的拍照的写着叫哈尼宝贝、哈尼公主。我还真的去显哲馆里面看了呀，里面居然有70、80种我们哈尼族的衣服呀，我居然一种衣服也没见过呀。我就说怪不得我们哈尼族以前这么穷呀，我们老祖宗天天研究穿搭能不穷吗？你看别的民族的祖先都在那研究什么机关枪、火炮，我们民族的祖先在那研究 OOTD。那这个地方说出来又如何呢？我小时候有个非常离奇的经历，就是我们那边条件很差，差到什么地步啊？我们那里是整个湖南电视台综艺节目叫《变形记》最大的供货商。差点就把我攻上去了啊！就是那些选角导演看到我们那里的山区孩子啊，都在那里感叹说：“这哪是贫穷的地方呀？我们节目组从未打过这么富裕的仗。”同样是发现西大陆，他们比哥伦布开心多了，我们比印第安人听话。那刚开始节目组来我们那边挑人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什么状况呀，我们很害怕呀。传闻来了一批人，不知道来干嘛，然后又听说。每隔一段时间都有个孩子消失，大人也不着急，也不去找，回答的也很吓人呀。他说：“你要想他呀，7天之后就回来了。”我们那里大家都很穷，不知道和城里的贫富差距有多大。只有城市的主人公来之后，我第一次意识到贫富差距。因为当时这个城市的主人公跟我们说的是，他录不下去了，太辛苦了，能不能悄悄的带他去县城里面买东西给我们小费？说带了好几千块钱来。我说啊，你带了那么多钱来，你城里爸妈吃什么？
拍完之后，节目组说有可能下次还会来挑人，所以我们开始期待呀。自此之后，但凡湖南牌的车子进村了，我们又以为变形记又来挑人了。回家换最渣最辣的衣服，大家都争做这条街最辣的仔。但是我姐还要跟我抢呀，我说姐你不要跟我抢呀，你都要成年了，让我们小孩子嘛。我姐说要抢的嘛，快乐女生也是湖南台的啊。但我们兴致冲冲的冲过去，才发现原来这辆车子在推销槟榔的，说吃东西提神有劲。在我们这边土地说这些有点班门弄斧呀。还好我们穷，什么东西也没让他卖出去，走之前还给他推销了一车的蘑菇。那其实可能是因为后来真的变形记，后来又来我们那里挑人了。他在我们几个人候选人里面挑了一个普通话最好的，说方便交流。你看看他的选人标准，这首先你要穷，其次你要把穷说得最清楚。所以可能是因为小时候离变形记很近的原因，我一直有个不大不小的综艺梦想。今年终于被我遇到了这次机会啊！之前节目组3月份的时候让我去北京面试的时候，他通知我去北京面试，我当时就换上了我家最辣的衣服。去了之后，那导演组问我说：“真友，你今年准备好上我们节目了吗？”我说：“准备好了呀，我小时候我就准备好了呀。”你们赶紧问我你家条件怎么样啊？所以面试成功之后很开心啊，我就打电话给我老家的范晓说：“兄弟，我有可能要实现我们小时候的梦想了，我去录综艺了。”他说：“是吗？变形记要出成人版了呀。”所以这个节目在我们那里影响很大，影响到什么程度啊？在我们那里小时候流传着一句粤语：“走出大山有36计，第1计上变形记。”啊，现在终于被我找到了第2计啊，上喜剧之王单口记。而且这次只有做自己，谢谢大家，我真勇。哎，大家好，我是宋万博。我最近才听说一个心理学上的词汇叫抒情障碍，说的就是有些人在情感方面不太会表达，越亲近的人他说话越难听。我们家就是这样，我们家里人都习惯把爱埋藏在心里，所以我们家就是一个障碍家族。比方说我妈，她每次做完饭都想让我们夸她，但她不好意思直接求夸，就以退为进。这个红烧肉怎么样？比吃土强吗？我爸说你太谦虚了，这个肉做的赛砒霜。他全吃完了。我妈说早知道放砒霜了，肯定能剩下点儿。我爸倒是经常夸我，但他夸我那话还不如打我一顿呢。吃饭的时候我给他递一双筷子，他说就是比养条狗强。再聪明的狗也不会递筷子。那时我才7岁半，我哪听得懂阴阳啊？还在那回味呢，这是好话还是坏话啊？我哥又搭腔了，说爸你说什么呢？边牧就会递筷子。我那时候也傻，还想着努力超越边牧。而且我们家人吧，怎么说呢？老爱替我谦虚。邻居来我家说这孩子安安静静写作业多老实，哪像我们家那个整天上蹿下跳的。我爸说：“哎呀，你不知道，这孩子他傻不拉几的，他整天跟个大傻不拉几似的。”邻居说：“我那孩子他老爱犟嘴。”我爸说：“这孩子他听不懂人话。”接着两个人陷入了一种非常奇怪的攀比，比着说谁的孩子更不是东西，感觉像两个中年 rapper 在 battle， 但他们不diss对方，光diss自己孩子。而且我邻居说的时候吧，他孩子可不在身边。我爸说我的时候，我就在旁边坐着，我还不能走，我要一走，你看这孩子说他2句就走了。你感觉中国人很多时候都喜欢把好话留给外人，坏话留给自己。你看以前称呼对方令郎、令爱，自己的犬子、犬女，关键犬子都已经算是我的尊称了。
毕竟我刚跟边牧打个平手，所以以后我应该叫木子。我姓宋，就叫我宋木子。我其实很想获得我爸的认可，很想。我记得有一回，他请了他的朋友来我们家吃饭，我一推门把我吓坏了，因为他请了10几个朋友，10几个光膀子中年人。我那时候小，我哪见过那么多米其林 Pro 啊？但我还是恭恭敬敬，我说叔叔们好。我爸还不乐意呢，你瞎喊啥呢？还有你俩大爷没喊呢。谁分得清大爷和叔叔啊？我只分得清大爷和大妈。怎么分得清？后来我明白了，在北方啊，跟人吵架的时候一般不提叔叔。所以我很羡慕上海小孩儿，对吧？管他大爷还是叔叔，统一喊爷叔。哦，不对，上海统一喊 uncle。还有一点就是平时在家里啊，特别喜欢给你上纲上线，你也不知道为什么，不小心打碎了一个碗，你能端住啥？这个瓷碗端不住，将来铁饭碗你更端不住。怎么说呢？才10岁我就被取消了考编资格，所以我从小跟我爸就不太亲近。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类似的感受，就是每次爸爸出差啊，你不希望他回来，就他在外边别死，但也别回来。我理想的父亲是大禹。就每次一路过家门，哎，还有一个更理想的父亲是圣诞老人，对吧？早上我醒过来，我妈对我说：“你爸昨晚回来啦，一大早就走了，这还有给你的礼物。”我爸不是没想过修复我们的关系，但他表达对我们的爱，但他那个表达方式啊，只能说是惊悚。我放学回来晚了。我以为你死路上了呢。你看他就不如我厚道。我希望他在外边别死。他也表达过对我妈妈的关心，他那个方式啊更是灾难。我们一块看电视剧，他被电视剧感动了，他想把这种感动传递给我们，怎么做的？突然站起来。指着我说：“你一定要孝顺你妈。”原地干拔。这个价值上的放春晚，你都嫌太生硬了。他愣是说出来了，说完他扭头走了，因为他也觉得太生硬了。我妈还得打圆场，不孝顺我也行，你一定要孝顺你爸。看个剧感动成这样，关键我们当时看的那个剧，它是《水浒传》呢。我爸对我影响很大，在他长期教育之下呀，我逐渐活成了他的样子。我也不会表达。其实我爸每次出差，我真的很想他，但我说不出来。他每次回来，我妈说：“你快去接他。”我说：“好嘞，你去接他。”一到门口，我们相顾无言，不知道怎么办。外国人会拥抱，我们不会，我们俩就……最后我实在受不了，我朝他敬了个少先队礼。我爸哪见过这个呀？他还了我一个，感觉我们俩还能再来一段课间操。所以我从小到大我都不会表达，我也很少跟人来往，我很容易就把朋友处成父子。但去年我有了女朋友，刚在一起不久，我就在她家打碎了一个杯子。当时我吓一跳，我说我天哪，这么些年光注意端饭碗了，忘了杯子了。我在静候一场狂风暴雨。她走过来说：“你手没事吧？”我说：“不应该先骂我吗？”
没有。接下来我们把碎片收拾好，放进垃圾桶。聊天刷剧，没有人再提到过杯子的事情。我说哦，原来这个事情可以这么简单就结束啊！我以前可没有经历过，原来能这么简单就结束，我就感觉属于我的人生才刚刚开始。我今天就说到这里，感谢各位。大家好哈，今天主题赛这个主题叫做说出来又如何？说实话，有一些话真的不方便说，你知道吗？当这么多人面呢，怎么好意思呢？我想当明星，朋友们很羡慕，真的很羡慕，很羡慕。每次录节目的时候，庞博、付航出来的时候，观众那个歇斯底里的样子啊，庞博啊，付航，我想要的不止于此。我想要特别疯狂，在大街上走，突然有人认出来啊，小北，很想火，朋友们，很想火得匪夷所思。我很想火成拉布布。其实也是最近想火成拉布布的。我前2年其实想成为琳娜贝尔，你知道吧？我想火的，因为一些莫名其妙的词都能上热搜，比如文娱榜热搜第1，小北脸；第2个热搜，微博崩了；第3个热搜，这个世界还会好吗？第4个热搜，还好这个世界有小北，你知道吗？火到各大品牌都找我代言，但我首选的就是统一春福无糖茶。一口春福茶香倍儿足啊！不仅是因为产品好，还是因为它从洗单衣就陪伴我一直成长。当然了，你虽然找我代言，我要保持低调，我怕别的品牌方看到我只给你代言会生气。统一春福无糖茶是好茶，我也是真的好茶。商务写的都这么好笑，你说说还得了啊？朋友们，我想火成什么样子？我想火到现场的嘉宾都不敢点评我，因为他们怕被我的粉丝网暴。即使有嘉宾啊点评我2句，批评我2句，我也不在意，因为我明白他最近想走黑红路线。他说我段子谐音梗全是烂梗，我让他感受一下北家军全军出击。哎呀，而我没有这样的粉丝啊。回去吧，回去吧。没有这样的粉丝，朋友们，我的粉丝不仅不会替我出头，还会把我推出去。我记得有一次我被饭圈的粉丝骂啊，我的粉丝都赶紧评论，他说你们就骂小北就好了，这事儿跟我们没关系哈。还有人给我发私信说小北那个我先取关了呀，啊我先看一下这个舆论走向哈。朋友们真的很想成为明星啊！有的演员跟我说，他说小北其实你就是明星，我不是。朋友们，我这个位置确实很尴尬。你说我是普通人吧，我能上综艺；你说我是明星吧，我1年只有2档综艺可以上，还得2选1。我真的是不算明星，朋友们，我顶多算一个知名老百姓啊。但我确实接过几个活啊，有过几次这个明星的体验券啊，每次感觉大家都非常好，对我都很在意。我记得有一次我去拍戏，刚进那个片场，所有人都对我特别尊敬，说小北老师好，小北老师好，小北老师好。当时没走2步呢，已经桃李满天下了。对你也是嘘寒问暖啊。刚才坐在休息室啊，问我北哥那个你想喝点什么咖啡啊？我说都行。他又特别贴心，点了一杯美式，点了一杯拿铁。然后我说你想喝哪杯你就先拿一杯吧。他说他也都行，我俩就僵在那儿了。他特别怕我不好意思，我也特别怕他不好意思，我就最后没办法了。我呢最后呢2杯都喝了一半。中间休息的时候啊，所有演员都在室外等着，因为我是主角嘛，我有个商务车可以待着。当时进了那个商务车，朋友们，很舒服。进了那个商务车里面，吹着空调，看着车里的零食，再看看外头暴晒的演员，朋友们，说实话，心里很不是滋味，你知道吧？我也是看不了别人受苦，我赶紧跟司机说：“我师傅，赶紧把门关上吧，赶紧。”人都变善良了，你。朋友们，当明星真的很容易受到特殊照顾啊！我今年还去北美演出嘛，当时主办方把我当真明星了，带我去了个特别高端的商场，里面全是我买不起的奢侈品。我说这也没啥好逛的呀，啊，他说北这还没啥好逛的。我说对呀，我说这商场怎么连北面都没有啊？这也太不给我小北面了啊！
朋友们，真的，当明星干什么都容易被夸。那天我虽然什么都没买，但没有工作人员说我穷，他们只夸我低调、热爱运动，你知道。朋友们，人总被夸就很难听进去那种批评的话了。我第一赛段输给了门枪，工作人员都安慰我，他说：“哎呀，北开场确实不容易，这个票市容易受影响。”只有我的真朋友跟我说，他说：“小北啊，你这段确实没有人家门枪那段好笑。”当时我就开始反思了，我就反思我当时怎么交了你这么个朋友啊？我就有点生气了。他跟我说：“北啊，你消气，忠言逆耳。”我说：“哦，逆耳就是忠言是吧？那我有句话跟你说，滚！”给我气的。但我这个朋友追星，朋友们，他虽然不心疼我，但是他心疼他家的哥哥。有时候跟我讲，他说其实明星很辛苦，小北，明星很辛苦，每天通告很多，作息不规律，熬夜，连续加班，甚至会脱发。我说我身边人都这样啊，你不强调这个职业，我以为是程序员呢。哎，他说真的很辛苦，明星很多平时的这个压力大，很容易焦虑、抑郁。我说哪个行业都容易焦虑、抑郁啊？我们脱口秀行业就容易焦虑、抑郁。如果你们了解我们脱口秀行业的话，你们知道我们很多演员讲脱口秀之前啊就有抑郁症，有的讲着讲着得了抑郁症，有的一开始有抑郁症，讲完脱口秀之后好了，没红又得了抑郁症。我说明星不容易，你朋友我也不容易啊！我就没见过哪个明星啊抑郁症之后去挂号的，那不都挂在热搜上了吗？而你的朋友连号都挂不上。其实我觉得大家喜欢明星啊，就是挺好的，但不用心疼明星，多心疼自己身边的人啊，因为明星其实过得还不错啊。大家相信我，因为我当过明星。谢谢大家，我是小北，谢谢。哎，嗨，朋友们，你们好，我叫辛博。我32岁了。32岁是同龄人结婚的高发期。第一波结婚的已经开始陆续2婚了，甚至还有3婚，结婚证又复发了。经常在微信上收到婚礼请柬，那种电子请柬收到过吧？作为一个被邀请的人，我只关心什么时间在哪儿办。但想了解到这些信息，我必须得先看一组新人大片儿，没法跳过，咱们就得被他们的爱强制爱。翻了半天，7月2号在秦皇岛阿那亚拍的这组婚纱照，我说你真行，去得起阿那亚。去不起图片水印。那照片怎么说呢？真好看，真甜蜜，但有的时候也真不像啊。我生活里也不长这样，我都眯着眼睛往后滑，滑到最后还是一个植入的广告按钮，叫“我也要制作”。谁会看完别人的婚礼请柬就说，我也做一个。我做啥？我作茧自缚啊！我觉得这种人生大事它不能太商业，那是不是墓碑上也可以刻“我也要一杯”？第2杯半价，收藏打卡，升杯。要免广告得做请柬的人办会员，我研究了一下啊，婚礼请柬的会员分2种，一种叫包年会员，一种叫终身会员。婚礼请柬的终身会员，就没盼咱们好，活到老结到老，倒是适合那些结婚证高发人群。还能发弹幕，我不喜欢婚礼请柬里边的弹幕过于和谐，咋就没人发？只有我一个人觉得不好看吗？他们不离婚，真的很难收场。接。
电子请柬最让我讨厌的是它能转发，收到过我前任的，他没给我发，但大家应该都有那种共同见友，谁能不好奇点点？我也转发，发给我爸，用他的手机发弹幕。只有我一个人觉得新郎不好看吗？快乐持续到见友给我转了一张截图，我才知道这玩意儿后台有个功能叫谁看过我。图中显示辛博第15次查看了你的作品。我就是他婚礼请柬的榜一大哥。还有转发记录。辛博爸爸通过辛博的转发查看了你的作品。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改的微信名，可能是知道了我要上节目。以前他叫不慕虚荣。我说爸，你应该改叫慕容复。相比于之前的邀请方式，我觉得电子请柬是不是有点过于方便了？就导致那些不该给我发的人也给我发，平时都不熟，完全不联系，吧唧一个请柬给你发过来。前几天收到一个算是同学，一起在驾校学的车。一个请柬加条语音，老同学想你了。我能收到微信里每一个人呢能产生对话框的都能收到，应该也包括文件传输助手。拉黑他不过瘾，我也要制作，我也给他发，给他冲冲喜。老同学。我在婚礼也很想你。但如果都这么方便了，还没给我发的，那就是不拿我当朋友了。凭什么？对吧？大学室友，我也想不明白为啥有些人就是走着走着就走了。我可以不来，但你不能不邀请我，非常内耗。点他。朋友圈分享一个文章：大学室友，你一辈子最宝贵的财富，仅对他可见。分享一首歌，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我亲口唱的。我怕他没有会员。没有反应。随着婚期临近，我愈发的心烦意乱。小某叔说这是婚前焦虑的表现。要我积极备婚，有问题直接跟我的新郎沟通。我鼓足勇气去跟他说为什么不请我，他说发群里了，你没看见吗？我说什么群？他就撤回了。我看见了。跟我说我结婚来聚聚呗，我也不知道咋回，还是输入法比较了解我。刚打出了祝你，就联想出了早日康复。但回想，就算他第一个就邀请我，又如何呢？我也得在心里边先量化我们的感情，还值多少钱，减去差旅成本。如果是正数，那就是礼金；如果是负数，那就是来不了。他的大喜之日就是我的出差之时。我说不好意思，领导派我去一趟巴塔哥尼亚。婚礼邀请好像对双方都是一件很难直接表达真实意愿的事儿。我想好了，以后我做请柬我就不放时间地点，这样能让大家多看几遍我的新人大片儿。哎，是我划过去了吗？最重要的，它也是筛选，因为真正想来的人会问我，不想来的人我也不想追问，因为我有访客记录。
我需要终身会员。谁看过我还没问我的，那我肯定得记他一辈子。谢谢大家，我要信多。